一注了。今日若不采购，连3日都撑不过去。爹留后的药铺，绝不能在我手里断了药。这潭底，水深不过膝，底下无淤泥。不似寻常鸟兽之卵。光滑洁净，毫无腐坏之气。此物究竟是何来历？情愿丫头，今日也这般早。婶子，铺子里几味药见底了，不敢耽搁。你楼里那是什么？金灿灿的，方才在灵坛里拾的。灰衣妇人可识得此物？此地灵坛常有异兽产卵，但这般色泽的，我头一回见。兴许是哪只灵禽的后代。丫头，你可得当心养着。哦，说的是。我先带回药铺看看。这灵泉是爹当年从后山引来的，胶药最是养根。水珠，竟不沾壳，这经文，爹留下的志异录里从未记过此等情形。这卵中究竟是何物？不论你何时破壳，我总会等着的。与寻常商山中之物不同，不能轻易弃了。可卵身已凉，3日了，怕是保不住了。
带他去后山埋了吧，也算有个归处。这是人？你居然直接化形了！此处是何地？此处是百草堂药铺，我是铺子的掌柜。3日前，我在太玄山灵潭中拾得一枚金卵，带回来原以为灵泉水娇养了3日，不料你从中化形而出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姑娘3日来的灵泉娇养之恩。你知晓自己的来历？我乃太玄山五爪金龙一族之后，那卵壳上的5道金纹，便是我族印记。你如今化形为人，日后有何打算？可有要去的地方？我破壳于此，姑娘与我有3日娇养之恩，若姑娘肯收留，我可留在药铺帮忙。你处处化形，对人间诸事尚不熟悉。若无处可去，便先在铺中住下吧。多谢苏姑娘收留。苏姐姐，这位是？这是陈毅，暂时住在这里。我就住隔壁，常来药铺帮忙搬药晒药。你叫我小周就好。小周，柴还没搬完，你先去把柴码好，回头再说话。这间偏房原是我爹存放药书用的，你若不嫌弃，便在此歇息。此处甚好，有劳姑娘。这些医书，皆是令尊留下的。是，我资质中平，爹留下的方子我只会照样用。此当归采自北坡，年份3年，药力尚可。你当真只凭一闻产性？我族天生食草木之性，非是学来的本事。可有异样？尚需细查，有些年份不对。这味药可入肺经。与此方相合，可助药力。当归，3年，肝。川芎、年氏，
茯苓、五苓、干燥。此陈皮已存放过久，药力流失大半。过久，不过才放了1年。许是采收时未晒透，或是存放处受潮。此物不宜再入汤剂。你说的对，味道的确是淡了，我竟一直未察觉。姑娘平日要采药又要看铺，总有顾不及之处。你帮我看看这几株草，我在山脚挖的，不知有没有用。这2株是寻常杂草，无甚药性。这1株是野生地骨皮，可惜采收时节不对，药力不足。地骨皮啊，那可是退热的好药，我怎么没认出来？野种地骨皮叶形与家种略有不同。这是治风寒的方子，我爹留下的，你帮我看看可有问题。此方中3味药的配伍顺序可调换。调换顺序，药方顺序也是祖传传来的。若将桂枝与白芍的入药顺序对调，再以文火慢2煎，药效可增2成。还有呢？可还有其他方子需要调整？这张方子里的炙甘草可换为生甘草，辅以秘制。掌柜姑娘，还是照旧给我抓一副止咳药。我娘这2日咳得又重了。赫人稍后，我这就给你抓。将此味加入方中同煎。这药拿回去，3碗水煎成1碗，分2次服。多谢苏掌柜。这位小郎君是新来帮忙的药工。
你方才加的那位药是？川贝母，润颈润中化痰，他母亲咳重带喘，加此味更对症。炉火应再小一圈，风门关上一半，莫让火势太旺。火小了，药能熬透吗？此方中多味药材含有易挥发之气，火大则气散，药力便减。如此正好。此后便保持此等火候，不可再加。你连火候也懂。这药铺有你帮忙，倒是省了我许多功夫。这培元丹比我往日制的好了不止一筹，丸色匀净，药香醇厚，火候刚好，药力收得完整。这批丹丸可存3月而不散药性。此株是跟入药的，你放错堆了。浅浅，我明明看它叶子长得像入药的。此草名为牛膝，叶不可入药，药力全在根茎。你记住它的根形便可。根是细长的，叶子是圆小的。我记住了。哎，还是照旧，通络丹1帖。您先坐着，我这就给您抓药。将此药加入方中同煎。玄参，这味药平日里不常用。这位老伯腿脚酸软，非止一日，乃经脉不畅之象。玄参可通络。这回的通络丹多加了一味药。好，多谢苏掌柜。不客气，老人家。
你这择花的手法倒是细致。野菊花入药，花瓣不可破损，破了药汁流出，药力便损了。我先去后山提水。路上小心。此土松软肥沃，灵脉气息虽微，但绵绵不绝。若翻整出来，种上几味常用药草，便不必全仰赖外采了。草根都长得这般旺，药草必能长好。苏姑娘，后山那片坡地土质极佳，可开作药圃。后山坡地，我从前只在自家后院种过几株。此处土色深褐，确实比后院花贵。若在此种上当归、黄芪、柴胡几味，可省去大半采买。那便依服也，下午让小周来帮忙翻土。这片坡地我从前也走过，怎么没看出能种药？土质好坏需看颜色与气味，肉眼不易分辨。翻身些，把底下草根翻出来。好嘞，呀，耶，耶！土质已达松散合一之态，再晾晒3日，便可下种。后墙这几个屉子底都潮了，黄芪都回了软。靠墙药屉易受潮气，可将易潮药材移入瓷缸加盖存放。那缸原是种米粮的，闲置许久了。缸内干燥无异味，何用？缸底先铺一层干艾叶，再放药材。缸口以油纸封严。
药铺周边地势。此次是后山坡地，这条是泉水流经路线。连日照长短你都标出来了。坡地种药须知日照方位，不同区域被清照长短不一。这排竹架定高些，离地3尺，潮气便上不来了。高处通风，药材不易回潮。我帮你扶稳。这些怕潮的药材全部移上竹架。你递给我。党参、黄芪放在最上层，茯苓放在第2层。往后这些药便不怕潮了。林掌柜今日亲自来了。路过，顺道看看。可要配些什么药？不必，改日再来。这是后山那片坡地吧？画的可真清楚。是陈一武后画的，他说此处可做药圃。这里原先是一片荒地，杂草长得比人还高。若能种药草，日后便省了进山采药的脚力。叠在世时存的白纸种子。种皮完整，颗粒饱满，此批种子仍可发芽。连日天气晴稳，是或作物下种。那便今日午间过后开沟。等会儿我去叫小周，让他午后来帮忙。这沟距2掌宽，我照此宽度开沟便是。沟深半指即可。不必太深。
深度刚好，沟底平整，如此便可。这片坡地土性不错，老伯也觉得合意，是我们头一回自己开谱种药。土而不散，此地种白芷正对土性。灵泉水浇头遍，出芽能快些。水量恰到好处，土已润透而不积水。种子未出芽，但也不曾腐坏。再等2日便是。这本书是爹留下的，你看得这般入神。此段论述金气与土形药性相合之理，颇为精妙。金气与土形，我不曾听爹讲过这些。金气主收摄，土形运化，两者相合，药力可入经络深处。碾至粗粉即可，不必碾成细末。那我再碾1克重便差不多了。苏掌柜服了别家药铺的汤药，不见好转。脉象沉细，齿部偏弱，此乃寒凝包宫之象。寒凝？可我不曾吃生冷的东西，非是饮食所致。许是气血不足，寒气内生。我先开一方温经散寒的方子。干姜温中散寒，正合此症。我方才竟未想到。
3碗水煎成1碗，分2次温服。多谢苏掌柜。你加干姜，是因为它脉中寒象已入里。脉沉弱而紧，寒已凝滞包络，方中无姜，则药力难达病所。坡地的白芷出芽了，好几处龙土都鼓起来了。今明2日，芽尖便会出土。我去前堂开门，你择完这星草便歇一歇。这是最后几张了。此方配伍略保守，我标了增日药的调整方向，为替换主药。麻黄减量，桂枝增量，再加1味防风。这张方子是爹当年治风寒最常用的。若调整了配伍，药性可会变。原方主药不动，只是调各味药的轻重比例。药性不变，但见效更快。那便照此调整。我将新方特抄一份存底。这些簿子记的是什么？是苏姐她爹留下的流水账，进药价、卖药价都记在上面。您又来了。便是新来的药工。是。他来药铺帮忙不久。
若是看完了，前门在那边。口信已传达，请姑娘务必转告。告辞。刘大嫂托人捎了口信来，前日那方服了2剂，腹痛已减轻大半。那便好，我将干姜的用量也添进方末了。往后遇此类寒凝之症，都用这个配伍。旧方，你都看过一遍了？全部看过了，改过的方子均在原方旁做了标记。你排的这般整齐，往后找方子便容易多了。按年份排的，最早的在左边，最近的靠右边。这卵石压的倒是稳当。旧纸已泛潮，不压着会卷边。卵石透气不伤纸，比镇纸合用。苏姐姐，那个林掌柜又在对街走过，这是第3回了。他看便看吧，我们做自己的事儿。前几日进山收药，顺手挖了些野山药，放你店里卖也好，自个儿用也好。多谢老伯，这些山药段品相不错。深山野生的比家种的药力足，不值几个钱，你收着便是。采挖存放10日不长，药力尚在。此物可切片晒干入药。比前日又高了些。
出苗整齐，土中水分充足，株距均匀，长势一致。此处可补种一行，土色浅是因为翻整时漏了这块儿。那便再补一行种子。我去库房取。苏掌柜，我这右肩抡了20年锤，近来酸痛的抬不起来了。肩颈穴附近经脉拘紧，气血运行不畅。可加入这2味药：川芎活血、红花通络，2味合用，正对此症。药包以热水浸透后敷于肩颈穴，每日2次，每次1炷香。劳烦掌柜了，多谢姑娘。补种完了，拍实了，水也浇透了。过几日再来看出没出芽。这些方子都腾好了，这些汤好了，往后若遇相似病症，翻出来对照便是。病症与用药反应都记下了。都记了。补种的种子出芽了没有？有3粒坏了，干瘪变色。我已挑出来补了新种。撒一层细沙能保伤。这3粒新种我再多浇些水。过2日我再来查看，死种跳出及时，否则烂在土里会染了旁边的苗。这艾绒搓的比往年细匀得多。往年我们自己搓的总有粗梗。
苏掌柜，近来膝盖以下麻得厉害，走路像踩在棉花上。脚踝处有些浮肿，经脉暗支凹陷不起，是气血运行不畅加重了。比往日用了药后松快许多，膝盖处热乎乎的，麻劲儿减了些。这膏药3天一次，欢着。若用着好，下回再来时，我有再多一罐。石灵芝用尽了，张玉3日后便要来取药，这味药是主药，缺不得。太玄山外围的采药人手里，甚少有品相好的石灵芝。可知此药何处出产？幼时听父亲提过一处叫古药崖的地方。此处便是古药崖，旁注小字记载早年曾出产引向上乘的石灵芝。爹说过，那处山崖陡峭难登，这20年已无人去采了。路径虽偏险，但既是唯一产处，便值得走一趟。我随你同去。就是这里。不走崖顶，走山腰处这缓坡，此处地势稍平，应可攀至崖腰。从西侧旧道绕过去，路程比直走近，但路面多年没人走了。无人走的路往往比常走的路更安全，至少不会遇上采药人争抢药源。明日天不亮就出发。我先备好干粮和麻绳。苏姐姐，今日不开门？我和陈毅要进山采一味急用药，药铺歇业1日。那坡地我替你们交，早去早回。这条路少说也有10年没人走了，枝蔓把路都封了。
往左走，右侧草木完整无折痕，左侧有旧时刀斧啄过的痕迹。我们走这边。好。台薄处日照足，应朝此方。台后处阴湿过盛，不宜行走。那便走台泊这条。你变路的本事是在山中度带的？我族识得山川草木之性，台前长士能告知日照与湿气多寡，就这崖壁直上直下的，正面攀不上去，得找侧面的裂缝。崖侧有一道斜向裂缝，可通崖腰。裂缝宽窄不一，需侧身而过。二位要去哪儿处？这古药崖可有些年头没人来了。我们要上崖腰缓坡，老伯可知哪条路好走些？那条裂缝可攀至崖腰，脚下有石坎落脚，比正面直上稳妥。多谢老伯指点。您常在此处采药？你在前面攀，我跟着。万一脚下打滑，麻绳能拽住。脚踩石坎，手抓岩壁凸起处，不必急，一步一步来。你看这伞盖底部的环纹，一纹1年，这2株至少10年以上了。10年生的石灵芝药力最足。此处岩层较薄，内有水源，缝中渗水凉而不冰，是活水。难怪这崖腰的石灵芝长得这般好，岩中有水脉滋养。
这石灵芝生得极好，根系深扎。留下寸小的，用苔藓把根部覆回去。年兰兰还能再长。覆土处理得当，这丛石灵芝明年还能再采。那边还有一丛长势更好的，那边再采一株，省得下回再跑这一趟险路。3株够了，张姑1年的量都备齐了。品相上乘，这3株石灵芝比镇上能买到的都好。落脚点都在，和上来时一样。我先系好麻绳。我走前面，你跟着我踩过的石坎落脚。好，好。此处石坎间距稍大，落脚时踩左边那块凸石。看到了，你继续走，我跟得上。慢些，小心脚下。抓晚了，我这儿。来，还好，都在。辛苦了。 3株都好好的，苔藓裹得紧，一路上没碰着。裂缝内壁虽窄，但只要护好药篓便无碍。下来了就好。那裂缝说险不险，说稳也不稳，全看脚下踩得准不准。多谢老伯伯方才指路。走裂缝确实比正面直上稳妥得多。 崖腰那几丛石灵芝，近20年已少有人冒险去采了。能采到3株成色已算得，可是自家药铺用。是铺中一位老妇常年需此药调养心脉，缺了便断汤。石灵芝年番足，则药力厚。这3株若炮制得当，够用几月了？ 这片石滩我从没走过，还是沿外围绕过去稳妥。有风声从石滩深处传来，不是山风，是血中吐纳之气。
那长满青苔，绿光是从甬道深处透出来的，这光不似天光。许是洞中某种灵草所发，与此处石滩上的草木气息不同。今日时辰已晚，待来日备好火折子与充足干粮，再来查看此洞通向何处。需备2副火折子，以防洞中潮湿灭了一副。再带1捆细绳，若洞内有岔路，沿途系绳标记，便不会迷路。可算回来了，我等了大半日，差点要去山里找你们。去了趟古药崖，来回费了些功夫。今日药材可晒足了？都已妥当。切片后要匀，阴干后才能药力抑制。纹路清晰，药质饱满，这批石灵芝品相确实上佳。记在册上，往后翻查便知哪批药是何时从何处采的。洞中气流稳无野兽腥臊之气，可入。描述比下种时少了3株，但补中了。
坡地药苗长到2寸高了，茎秆笔直。补种的那几株出芽了没有？都出了。新苗比先种的矮一些，但看着精神。我又来取药了，这阵子服了你的汤药，那么慌了。哎，你气色比上月好了些。这是新配的一剂，石灵芝是新采的。新采的，那可费心了。煎法还和从前一样。3碗水煎成1碗，煎前将石灵芝片先泡半个时辰。记下来了。张玉来取药了。刚走，他气色比上月好多了，走路也稳了些。石滩那个洞，我打算明日去探一探。火子与干粮都备好了。明日一早出发。火折子留2副，细绳一捆。洞内有岔路，便沿途系绳。我先入内，你跟在我身后，保持3步距离。好。甬道窄，你走前面看得清楚些。前方无分岔，直路一条。甬道地面干燥坚实，可放心走。
这绿光越来越亮了，不像是一两株灵草能发出的光。前方应有开阔之地，甬道在此处变宽，气流也比入口处通畅。是啊，仿佛仙境一般。大泉水微凉，水质清澈，泉底铺了一层淡青色沙砾。这石室不知多少年没人来过了，灵草生得这般密。又是林掌柜，这都第几回了？这泉水是甜的，比后院那口灵泉还清冽几分。水甜则土净，此泉来自地下深处，未受地表杂气侵染。这沙砾颜色少见，淡清透亮，与水底的灵光草反光一般无二。此处水源洁净，沙土细腻，适合作为灵草移栽的备选之地。旁人从这石滩路过，绝技看不出后面有洞。标记绳藏在藤蔓里侧，只有我们自己能认出位置。回铺子吧。今日记下的路径和石室简图，回去后再细整理。今日探洞可顺利？洞不长，尽头是一间石室，
石室中有和灵光草。对了，林掌柜今日又路过2回，他在门口放慢脚步看了看就走了。你在店里看店，他可进来过？没有，只是路过看了几眼。好，不必碍意。你帮我把药篓先放后院去。苏掌柜，老身来取药，上回的膏药用完了。苏姐姐，你歇着，前熬的药方我记得，活血通络膏1罐，对不对？还是3天换一次，若不够用，随时再来取。多谢小周弟，这腿脚用了你们的膏药，松快了不少。这半瓶沙粒够了。裂缝深处有水汽，与石室中泉水气息不同。你们2个一早都出门了，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。我去石室取了半瓶灵砂。我也去了石室，比你早1步。苏姐姐苗都4寸高了，叶片4片，比山下药农种的还壮实。确实长得快。最弱的那几株在哪儿？这几株矮了1截，但叶子不黄。我打算过2日看看是否需补肥。止咳散2份，药钱正好。仁心堂自己也卖止咳散，为何差药童来我们这里买？不知。
这比例是你自己配的？书上说混土3成沙7成土为宜，我先试一盆看看。含金草根系前，移栽后需压紧铺土壤。湿痕比上次更明显，石壁之后水量不小。这气息，既是一种药草。移栽了大半日，叶片还挺立着，这苗倒是皮实。含金草本就是石缝中长的野草，不娇气。我去钱塘收艾草，那批艾草晾了2日，该入筐了。苏掌柜，老规矩，通络丹一帖。今日走路利索多了，膝盖还酸痛吗？酸痛减了大半，以前走到你这铺子中间得歇一脚，如今一口气就走过来了。这方子加了玄参，您服了半个月了，见效便好。多亏你们调了方子，往常那药吃着总觉得岔口气。陈毅，你来看看这盆含金草。黄边从叶间往叶蔓延，不是虫害，是盆土透气不足。我按你说的比例配的土，怎么还会不透气？不是土的问题，是盆底排水孔太小。草木灰可滋养盆土，疏气通根，方能长青。草木灰和扎孔知道了。
扎孔能增根底空气流通，根不闷则叶不黄。原来如此，我之前只知浇水施肥，不懂土壤也要透气。今天运气好，在北坡找到一片野生的夏枯草，长势旺得很。这些单独挑出来的是做什么用的？这几株花穗最长，品相最好，晒干了留铺招牌货。孙贵，前次汤药服完，小腹隐痛没再犯过，这些日子吃睡正常了。辛苦你了，大夫。无妨，夫人脉象平稳，并无大碍。齿部脉象已平，不再沉紧，寒凝之象散了。那还要再服药吗？那不必了，往后注意饮食温凉，少食生冷之物便可。哎呀，多谢苏掌柜。本月营可比上月多出近20%。三兄弟买药占了其中一半。散修多是买培元丹和疗伤散，这2味药上月调整过配伍。他们大约是觉出药效比别家的好，便回头再买了。你分这2堆是按什么分的？已开花的药力偏散，移入散境；未开花的药力偏聚。掌柜，这培元丹的药方可是近期调整过？不过方中主要未变，只是配伍顺序不同。难怪，比上月在别处买的药丸气味更纯，服用后气机运转也顺畅许多。方中调配之法不便详述，合用便好。合用好。
苏姐姐，坡地最南端白质苗茎基础场上有虫卵，灰色的，密密麻麻10几粒。虫卵是什么虫？认得出来吗？我没敢碰，直接回来叫你。卵粒像金表，像是刚产的。先去看看。若是蚜虫卵，趁未孵化前处理便无大碍。是寻常蚜虫卵，尚未孵化，还能治。用什么治？要不要去采些驱虫草来？不必，药铺有干花椒末，气味辛冽，可防虫卵孵化。花椒末撒在虫卵附近，虫一闻了便不来了。虫卵都干瘪了，趁未孵化时灭掉最省事。若孵出蚜虫，便要整片药田喷药了。虫卵埋到后山土里去，留在坡地会引来别的虫子。我去埋，埋深些，省得被雨水冲出来。这几株苗茎上没有伤口，恢复起来应该快。此气息在何处闻过？回药铺后再辨。全部检查过了，虫卵只有前日那株上有，其他苗华无状。福分，那就好。今日又送短笺，他到底想谈什么？
小周，我去一趟仁心堂，你在前堂看着，有人来买药，照常抓。好，姐姐早去早回。东路某处有地下暗河，此处笔记与正文不同，应是后人所补。林掌柜2次3番来电探看，又送短笺相约，有何指教？不妨直说。镇上药材市场近来价格混乱，各家各定各的价，买家无所适从。仁心堂想邀百草堂一同商议统地价之事，不知苏掌柜意下如何？林掌柜所言我明白了，此事需回去考虑几日再回话。无妨。苏掌柜想清楚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苏姐姐，坡地白芷苗我全部清点了一遍，出苗的株数和补种的株数都在这帖子上。辛苦你了，描述可齐全？齐全。补种的那几株虽然矮些，但都活了。等等，这个如何看？我也觉得此事不妥。统一定价便是将百草堂药价往上抬，与仁心堂看齐。仁心堂若想合作收药，或互通药源，尚可商议。统一定价，百草堂不必卷入。如此便好，定价自主权不可交于他人之手。你刚在做什么？
太玄山旧志中有一段东路暗河的记载，我抄录下来附注了推测。苏姐姐，林掌柜又来了，站了约一盏茶功夫，刚刚才走。他看他的，我们做自己的事便是。这是今早新做的嫩豆腐，送来给你尝尝。多谢这些时日替我调养腿脚。李翁太客气了，您的腿脚好转，是您按时服药的功劳。药再好也得有人配。我这腿以前走几步就酸，如今能推1上5磨了。豆腐我收下了，往后还照常来取药，腿脚的事不能掉以轻心。记着呢，那不耽误你看铺子，我先回了。多谢掌柜，赶了一早晨的路，渴坏了。您常年走山货，近日可有什么新鲜见闻？还真有异状。前几日在东路谴责那边，有采药人挖到了紫背天葵。紫背天葵，品相如何？据说叶片背面紫纹清晰，根须完整。谴责在何处？可否劳烦指个大致方位？从东路低洼地往深处走便是。不过只有此时水位最浅，才方便进去采。石室裂缝与暗河相连，暗河汇水处即谴责。药商所说方位与我推算吻合。是我们找到的最新草图，你看，这里标记着石室，暗河从在这里流过，最终汇入这片谴责。但这也证实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。那我们下一步就从这里入手。药商说的谴责方位，与你图上标的这个圈几乎完全重合。石室东壁裂缝中带出的药草气息，或许便是从谴责方向随水汽传来的。
那裂缝深处的药草气息和紫背天葵可有关系？紫背天葵性味偏苦涩，与裂缝中带出的气息有相似之处，不过还需实地采到才能确认。来的正好，肥施完了，补种行的土也松了。苏姐姐，你看这片苗长得的齐不齐？高矮相差无几，叶色也均齐。你这阵子照看的用心。那当然，这可是咱们自己开的药铺，我得当宝贝一样伺候。走左边那条，右边往北去了，左边才是往东的方向。你闻到了吗？风中水气比昨日更重。到了，说明东路低洼地不远了。怪不得旧志上写此地有暗河汇聚。泥土潮湿松软，脚踩能印出足痕。此处正是旧志中暗河汇水区域的边缘。这低洼地比周边地势低了至少1尺，雨水和暗河水都往此处汇聚。是，谴责应该就在前面不远处。果然是他。那紫色脉纹从叶柄一直延伸到叶缘，与药商所说完全相符。紫脉清晰，叶背无虫眼无枯斑，品相比药商说的还要好。根细入泥不深，泥滩松软好挖。小苗留下，根部复回湿泥，明年此时又能长成。3株够了，这丛紫背天葵的品相放到镇上药材行里也是1等1的货。是因为此地水土正合其性，浅泽边泥滩湿润，日照又暴晒。这还早，5时前能赶回药铺。这味药不能暴晒，只能阴干。
晒了太阳，药力会散。根部完整，须根未断，采挖手法很到位。我记下了采挖位置和日期，往后若还需要，照原路去谴责边采便是。这片叶子边缘已开始收卷，再阴干2日便可入药。干透后试制汤剂，看看药力是否如药商说的那般深厚。你今日可要去石室？午后去一趟。那道裂缝中带出的水汽，我想再探一次。裂缝太窄，人进不去。你打算是怎么探？仍用细绳悬灵石探入。此土色深灰，非泉边灵砂，亦非浅泽湿泥，应是裂缝深处独有的土质。这是从裂缝中带回来的。是。灵石探入深处后带回的土粒，颜色与石室泉边沙砾不同，与浅泽泥滩也不同。奉命来取物。嗯。
这是林掌柜前次留在店中的旧册。多谢苏掌柜。苏掌柜，是我狭隘，一心想垄断镇上药价，屡次派人打探，暗中效仿你的药方，还派人去东路谴责哄抢紫背天葵，差点毁了整片药草。药材本是济世之物，不该拿来相争谋利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你派采药人踩踏谴责泥滩，损毁灵草，惊扰地脉。若再执迷不悟，整片山草药脉都会。我已知错，往后仁心堂不再刻意压价抬价。方曾不刻意压低抬价，镇上药材互通有无，绝不与百草堂相争。近日特地送来库房珍藏的陈年当归。还是百草堂实在，药方对症，药材自家种，价格公道。上次我家老寒腿，多亏陈小郎君改良通络丹，云锦走路都利索。是啊，陈郎君医术高明，多亏了陈郎君。大家请稍安勿躁。苏姐姐、陈毅大哥，今年白纸丰收，存药足够铺子里用一整年，不用再进山冒险采药。多亏你日日打理，也多亏陈毅教我变土、调方、驱虫。我龙族天生通晓草木灵脉，能护这片药铺生生不息。那日石滩石室裂缝连通暗河谴责，我已寻到稳定饮水之法，日后药铺4季不缺水。你本金龙一族，本该居于云海灵潭，却甘愿守这小小药铺。灵潭虽好，当年你以100泉水养我3日，我便许诺伴你左右，济世救人。裂缝深处暗河滋养无数珍稀灵草，往后我们可定期前来移栽，扩充药谱品类。此处灵气充沛，可当作天然药库。王必奔波险崖采药，百姓缺的灵药，这里都能寻到。
这龙鳞可问药材，驱散虫害，放在药铺库房，能保所有药材常年不腐。这批山参品相真好，今年的收成不错啊。是啊，多亏了小伙子们手脚麻利。大家快尝尝，刚出炉的糕饼还热乎着呢。如今镇上百姓看病抓药都舒心，全靠你们百草堂。今年所有药材采收、售卖育苗账目全部理清，盈余充足，能修缮药铺后院，再多开辟2块新药铺。百草堂从来不是我一人的铺子，是陈州还有全镇街坊一同守着济世庐社。往后我们互通药材，共享药方，人人都能看得起病。我伴你守百草堂，护太玄山灵草，救世间疾苦。也有在。灵潭石龙卵，药炉结善缘。一铺百草寄苍生，一山灵草伴流年。